序章第一集，躲在房间的孩子，敲不开门的父母。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，所有精神卫生疾患中，抑郁症是青少年疾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在国内，心理健康蓝皮书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至2020》显示，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 24.6%， 也就是说，几乎每5个孩子中就有1个可能抑郁。但青少年抑郁依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讨论。和成人抑郁症患者不同，孩子们与社会连接微弱，难以有效求助，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他们的痛苦隐没在学校和家庭的方寸之地，无声地蔓延。1. 孩子厌学崩溃，父母后悔不迭。对初一学生孟秀来说，等待考试排名就像等待一场判决。上学期，孟秀的成绩是全班第1名。一直以来，他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，也是最听话的孩子。老师喜欢他，爸爸妈妈也视他为骄傲。至于学习压力，那原本就平等地落在每个学生头上。不管怎样，孟秀一直都是第1名。孟秀说不清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他的痛苦几乎侵入了他身体的每一寸。可无论他如何尝试倾诉，换来的都只是劝慰和鼓励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压力早已经超越了能够承受的极限。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是折磨。孟秀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初中，这所学校奉行应试教育，学生们每天、每周、每个月都要考试，而每逢考试，他就紧张的心跳加速、头晕，脑袋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自己写的答案全错。说出那句不想上学，是孟秀最艰难的决定。那天是父亲的生日，恰好也是妇女节。母亲买了蛋糕，炒了2个菜，想给儿子孟秀一个温馨的夜晚。孟秀放松下来，准备和父母讲讲心里话。他告诉父母，他很害怕考试，这已经让他难受到无法上学了。他记得父母当时坐在自己的对面，母亲哄着自己说：“你是学生，你的任务就是学习。”那晚，班主任竟被父母请了过来。在老师的威严面前，除了点头，孟秀做不出其他动作。在他的理解里，班主任一条条地列出上学的必要性，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可更改的答案：孟秀必须上学。孟秀说：“他们觉得一切似乎只是学习的问题，他们只在乎学习。家长和老师其实根本不明白我的感受。”父母和老师都觉得孟秀是学习压力大，或者稍稍理解，他的压力比其他人都大，但是他们不懂，其实他根本就是在深渊里。孟秀妈妈记得初一开学不久，儿子几次在家里大哭，说心里烦得很。可每次发泄完压力，孟秀又会默默地拿起书本开始学习，成绩从未下滑过。这让妈妈觉得很心疼，想方设法地带他下馆子、看电影、唱 KTV。 妈妈想着怎么也要帮儿子减轻点压力，可对孟秀来说，很多压力就是来自妈妈。孟秀随口说出了一段回忆：记得小升初考试结束后，妈妈带我去逛商场。我知道她原本是想让我放松放松，可是当妈妈刷朋友圈的时候，她看到别的家长已经晒出了孩子录取的喜报，但我的成绩还没有出来。妈妈以为我没考中，于是她在商场里面突然发火，还当着路人的面狠狠地踢了我几脚。我至今还记得妈妈那时候说的话：
别人都考上了，为什么你没考上啊？你是不是都在假装努力呀？其实，孟秀考了一个很优异的成绩，2000人中，她排在前几名。第二天早上，孟秀走出房门，在沙发上安静地坐着，父母远远地看着她，不敢吭声，似乎在等待她的决定。一瞬间，这个14岁的男孩大哭着跑回房间，又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告诉父母：“我去上学了。”说完，他突然穿着拖鞋冲出家门，快速爬到6楼楼道的窗台上，作势要往下跳。妈妈死死抓住儿子，语无伦次地喊他：“妈妈答应你，妈妈答应你，同意你休学了，你先休学吧啊！但是你也要答应妈妈，赶紧先下来好吗？”而孟秀的爸爸则冷眼站在一边，说出口的都是嘲讽：“他是故意的，你就让他跳。”一直到后来，爸爸都没能理解，要说学生苦，哪个学生不苦？怎么偏偏自己的儿子遇到困难就往回缩？两段生活，一段是白昼，一段是黑夜，一段充满希望，一段是无边的绝望。这其中是每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家长无法接受、耿耿于怀的落差。而切开两段生活的那个瞬间，听起来无比残酷，却总是那样毫无征兆的到来。当抑郁症落在未成年人身上，孩子和父母都将面临少有人知的处境。在我们接触的多个抑郁症患者的家庭中，父母大都后悔不迭。为什么当初完全没有捕捉到孩子的求助信号？他们尝试描述一些模糊的征兆，却都和学业压力、青春叛逆这些平常词汇搅杂在一起，无从分辨，无法拾起。郭彤妈妈反复回忆的那一天，开始于一个从学校打到她手机上的电话。老师说郭彤在学校身体不舒服，让她来赶紧接女儿。老师正说着，女儿就自己拿过电话，亲口说：“妈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，很难受，很难受。”听到这句话时，郭彤妈妈正在开车，她把车停在路边，从脚尖到手指，她突然不能动了，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兜头笼罩过来。这个电话打过来的前2周，郭彤几次在家里哭闹，要求父母送自己去看心理医生。他们去了本市一所精神咨询诊所，在走廊里，郭彤妈妈呆呆地坐着，听见一墙之隔的屋子里女儿大哭的声音，隐约听到女儿在说她想自杀。咨询师告诉郭彤的父母，孩子情况很危险，建议送到精神专科医院就诊。那天晚上，郭彤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，医生建议他住院6周。当时，郭彤的父母已经震惊得没了感觉，他们不了解什么是重度抑郁，但他们坚决无法接受孩子近2个月不上课，天要塌了。在他们对抑郁症模糊的了解里，封闭加上远离人群，病只会越来越重。何况还有重要的前途。最后，他们给孩子拿了一盒抗抑郁的药摄取林，哄着郭彤休息2周，随后返校。他们以为，或者说他们祈祷着，在药物和同学陪伴的帮助下，女儿会好起来。郭彤妈妈没想到，才刚刚返校，女儿就在电话里告诉她，真的坚持不了了。郭彤见到女儿的那一刻，看着女儿绝望的样子，他明白女儿说的是真的，于是带她回了家。在陪伴女儿的日子里，郭彤妈妈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天。不是没有线索，每一个画面都在事后才清晰起来。女儿一直抗拒上学。上初2以后，女儿曾在穿过马路时说出自己不想上学的想法。望着马路对面的校门，郭彤妈妈一口回绝。女儿眼圈变红了，却不再回嘴。
随后，哪怕是对于本该是休闲放松的事情，女儿也失去了积极性。比如，女儿原来十分期待每个周末的羽毛球课，可后来有几次临上课前，妈妈帮郭彤梳起辫子时，女儿的表情总是会变得无端失落，并央求自己取消羽毛球课。郭彤妈妈对此非常气恼，她摸不着头脑，也只能顺着女儿。她劝自己说，这个年龄的女儿青春叛逆，心里藏事儿，父母应当尊重，给空间，不多问。郭彤的诊断结果显示，她已经拖延至重度抑郁。原来那种痛苦早已超过这个孩子的身心极限，但郭彤就这样沉默着坚持了很久。他发出的每一个信号，爸爸妈妈都没有接收到。想到这一点，郭彤的妈妈总会心如刀绞。他人即地狱，这句话道出了抑郁症患者最大的生存困境：误解和偏见。也正如伯顿所说，所有这些疯狂皆源于我们自己，但最能使我们遭受重创的还是他人。抑郁症患者的康复依赖于周围世界的温度。瑞莎第一次被诊断出抑郁症，是同学陪着她去的医院。去之前，瑞莎曾经恳求父母给自己联系心理咨询师，她已经痛苦了很久很久，总是感到恐惧，却不知来由。父母的回应却都是，小小的年纪看什么咨询师。那天，瑞莎拿到了那一纸诊断，她得了抑郁症。这个事实是同学的家长打电话告诉瑞莎父母的。瑞莎那时已经不信任父母了。在瑞莎确诊重度抑郁症、轻度焦虑1周后，瑞莎妈妈也一直在纠结，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使得女儿患上了抑郁症？女儿该怎么办？要不要继续上学？直到另一位学生家长给自己打来电话，对方在自己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里看到瑞莎频繁地在学校里哭，一直哭。瑞莎妈妈说，那一刻像是当头棒喝。她那时才意识到，女儿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痛苦。当天晚上，妈妈问瑞莎：“瑞莎，你想要休学吗？”是的。